及笄那年，我埋掉养母进了皇宫，成了公主。他们说我是先皇后在自坟前剖腹生下的，长得和先皇后一模一样，能不像吗？15年来，顿顿挨饿，日日灌药换的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皇宫终于让我给混进来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锦书是个狠心的女人，从我记事开始，就每顿只许我吃3口菜1口饭。为了不挨饿，我一口能吞1碗饭。锦书看到了，也不打我，也不骂我，只是让我跪在那个光秃秃的牌位前面。小时候不懂事，还会委屈掉眼泪。后来懂事了，不用锦书多说，我自个儿数着米粒吃饭，一颗都不多吃。除了要挨饿，锦书还会给我煮一些苦苦的汤药喝。他说这些药能让我长得慢一些，让最有经验的太医也摸不出来我几岁。锦书一开始还打算在我脸上动刀子，幸好后来我越长越像王皇后，才省了这顿皮肉苦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锦书就干脆利落地自尽了，快得我都没来得及哭。我才刚把她埋进土里，宫里就来人了，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监。他见到我时应是很开心的，因为他脸上表情虽然没有任何变化，但是他的耳朵在微微发抖。锦书说人只有在特别兴奋激动的时候，耳朵才会抖。老太监说他是司礼监掌印汪公公，要来接我回宫，说我是先皇后的女儿，是金枝玉叶的公主。这等好事，岂有不从的道理？我立马跟着上了镶金小轿，轿子一路从宫门口抬到了御书房。汪公公说这是天大的恩典，此前从未有人得享这等殊荣。一个东西当你独有时，你最好老实点，别得意。汪公公这是提点我呢，我郑重地谢了他，跟着他进了御书房。皇帝的书房比我想象的要旧一些，也没什么亮晶晶的装饰，十分的不好看。皇帝倒是长得不错，白白净净的，年轻的不像个爹。他见到我时，表情傻傻的，手里的朱笔都掉地上了。我顺手拾起来递给他，想了想锦书的交代，我又加了一只手，双手递给他。但他没有接，他整个人抖得很厉害。原来皇帝也会哭，只是哭得没有声音，只能听到泪珠子落在纸上的响动。你和你母亲长得真像。瞧他说的，要长得不像，锦书是真的会在我脸上下刀子的。我愣愣地看着他哭，看他通红的眼眶，颤抖的睫毛，看得我自己竟也跟着心酸起来。也不知道锦书冷不冷，饿不饿。想到这里，我自己也哭了起来。汪公公在一旁抚掌叹息，说：陛下，这真是父女连心啊，您落泪，小殿下也难受得紧。皇帝望着我，先是笑，而后竟然又怒了。锦书这刁奴又拐皇嗣，还苛待我儿，把我儿养得这么瘦，他倒是死得凑巧，不然我非剐了他。我一个哆嗦，按道锦书这死的真是时候。见这皇帝不过短短1炷香的功夫，他又哭又笑又怒，活像戏台子上的台柱子，耍的一手变脸戏法。既然进了皇宫，便要拜山头，拜过了最尊贵的皇帝，还要再拜第2尊贵的太后。在前往永寿宫的路上，汪公公带我经过了一片废墟，荒草丛生，断壁残垣。小殿下，前面便是先皇后薨逝的地方，久无人烟，您就在这里站一站吧。我听话的跪下叩首，用路边的黑泥拢了个香台，插了几根狗尾巴草，全当上香。汪公公只无奈的笑，递给我帕子让我擦手。到达永寿宫时，日头正高，太后许是心情不佳，不见我，也不让我走，就令我跪在殿前。皇宫里还是这么爱让人下跪。锦书的膝盖便是在宫里跪坏的，一入冬天便日日疼痛。想到锦书，我又直起了腰。我没忘记我入宫是做什么的，跪了很久，久到太阳快把我晒枯萎。我听到身后匆匆的脚步声，皇帝来了。他也没叫我起，只是看了我一眼后便冲进了殿内。很快争执声传了出来：母后您这是做什么？这孩子才刚刚回宫，您便要这么责罚他吗？血脉存疑，皇儿你不可大意。母后您且看看那张脸，那就是佩瑜的孩子，是王家血脉也未可知。静了一瞬，皇帝嘶哑的声音响起：王家哪里有人？从老到小都让承恩侯杀尽了，拿着画像逐个清点的。这下彻底静了下来，许久，
汪公公来扶我，我才蹒跚着见到了我名义上的祖母，一个枯瘦刻薄的老妇人，纵使满头珠翠华服在身，也挡不住她一身腐朽的味道。旁边还有2个美貌妃子，一个冷眼，一个假笑。念拜见父皇、太后娘娘、淑贵妃娘娘、珍妃娘娘。念，你叫念？皇帝声音颤抖。我又拜了拜，回父皇，锦书说这是我娘生前取的名字，以念父皇恩德。皇帝又哭了，当着3个女人的面，哭得他们脸都绿了。然后皇帝赐了我封号，怀玉公主，10亿千户。那3个女人的脸更绿了。要我说，她们真的不太聪明。俗话都说，新盖的茅厕香3天，更遑论我这新鲜出炉的女儿。皇帝慈父还没演够呢，他们越是打压，皇帝就越来劲。这下好了，我封号有了，宫殿有了，金银财宝也有了。锦书要是知道湖边一个名字能换来这么多东西，一定会夸我聪明。皇帝走后，太后拿我出气，让嬷嬷带我去搜身，从里到外，连头发丝都检查了一遍，最后更是将我浸在水中，险些溺死我。水涌进我的鼻腔、耳孔，窒息的感觉逼得我胸口几乎要炸开。我意识有些模糊，隐隐听到那冷眼女子说，当年没除掉的贱种，须斩草除根，姑母不可心慈手软。淑宁，这后宫死个公主不是难事，但不可在皇儿上心之时动手，且看来日。坏了，他们吃一堑长一智了。也没关系的，我15年都等了，有的是耐心，且看来日。醒来时，在那假笑妃子的店里，他说我的宫殿还未修整，暂且跟着他住。我知道他，锦书说他最是口蜜腹剑，天天凭着一张巧嘴把皇帝哄得晕头转向。果然他来哄我了。可怜人儿，你进宫来可曾祭拜过你的母后？不曾，确实不曾，我只是在汪公公面前玩了会儿泥巴，他还为我擦手呢。哎，当年你母亲被困火场，活活烧成焦炭，实在是惨。不过你父皇也痛心不已，足足食宿1月祭奠呢。哦，估计是看到焦尸吃不下荤了吧。锦书带我见过被烧死的人，四肢扭曲缩成一团，黑乎乎的。皇帝要是像我一顿只有1口米，估计啥都吃得下。珍妃见我没有反应，又说在民间生活可苦，可曾怨过你父皇未及时找到你？不苦，想念爹爹比较苦，别人都有爹娘，我没有，时常被人欺负。梦里常常梦到有爹来看我，今日得见父皇，才发现梦里那人就是他呢。珍妃脸又绿了，她当我没发现屋外的影子，就是没发现，我也闻出来了龙涎香的味道。小时候闻错一次，可是要挨10板子呢。果然下一刻，皇帝冲了进来，双目盈盈，摸着我的头说，苦了你了，我的念。爹爹，先苦不是苦，如今女儿苦尽甘来了。我们父女2人抱头痛哭，哭这么一场，我的10亿翻了1倍，赚翻了。珍妃显然不太高兴，第2日便把我请回到我自己的宫殿，一个破旧不堪的废殿。不过没关系，汪公公来了一次之后，送来了8个宫女8个太监，很快就收拾了起来。一同送来的还有一个老嬷嬷，避开众人，老嬷嬷郑重给我磕了个头，我也跪下给她磕了个头，谢她在宫中这么多年，护我手足。王皇后入宫1年后生了个儿子，是皇帝的大皇子。当年皇帝为了哄骗王将军从凉州回京，还曾册封过他太子之位。可惜王家人后来被杀光了，太子也成了傻子，如今住在冷宫里。秦嬷嬷，宫中还有几人？秦嬷嬷骄傲地扬起下巴，尚余10人。这些年宫内清洗多次，有死的有废的，但无人背主，小主子放心。我无端有些想哭，抱住秦嬷嬷胖胖的身躯，又想起锦书了。他们在这深宫里不知明天的熬着，锦书也在宫外苦守，便为这个，我也不能辜负了他们。我决定了，今天的饭食翻倍。虽然瘦削柔弱的女子能让人怜惜，但是假如我有沙包大的拳头，效果当是一样的。反正锦书又不在，我看着红墙绿瓦的宫殿，有些茫然。锦书总说我心眼大的能跑马，常常担心我进宫后能否活下来。如今我进宫了，也活下来了，他反倒是死了。世事无常，真是让人食不下咽呢。
我草草安顿好后，便迫不及待去冷宫看大皇子。我到时，他正在挨打。那挥鞭子的人穿着锦袍，头戴玉冠，面相倒像那个冷眼的淑贵妃。打死你个臭傻子！你那杂种妹妹敢惹我母妃生气，那我就打你出气。鞭子挥得极快，风都被抽碎了，簌簌落在地上那人身上，眨眼便是一道道血淋淋的鞭痕。那人尖叫着拼命去躲，在地上翻滚成了泥人一般，沙子都嵌进了伤口里，他还在滚。这傻子，光打滚有什么用？站起来跑啊！我屏住呼吸，眼睛烫得几乎要化掉。这是有王家血脉的皇子，是金尊玉贵的太子，他该坐在高台上不沾风雪，而不是在这泥地里打滚。杂种，你在躲啊！你和你那杂种妹妹，早晚跟你们死鬼娘一样，烧成焦炭。鞭子声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如同针一样扎在我心上。我颤抖着手，死死扣进砖缝里，嘴里满是铁锈味。我想要冲进去，可是不行。锦书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有自己的事要做。我躲在花丛中，等里面人声歇了，我才连滚带爬的出来。那人已经体无完肤，不成人形，所幸还在呻吟着。我飞扑过去想扶他起来，可他伤痕累累，竟然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。我用袖子擦掉他脸上的泥灰，露出一张和我8分相似的脸。一咧嘴，我眼泪先落了下来。锦书死的时候，我没来得及哭，此时2回并作1回，哭了个畅快。我哭，地上那人却在笑，他伸手拉住我的袖子，用气声说：“别哭，不疼。”怎么会不疼？锦书打我手板，3下我都疼得端不起碗。他这皮开肉绽，抵上多少下手板？我扯散了头发，抹脏了脸，迎着汪公公惊骇的眼神，跪在了御书房门口。往来多少双惊诧的眼睛我管不着，我只执拗地等着屋里的传唤。所幸皇帝戏瘾还没过，很快便宣我进去。我泪眼婆娑地跪下：“父皇，女儿想回家，这宫中太可怕，女儿1天都挨不住。你是朕的公主，这皇宫便是你家，何出此言呢？女儿听闻有一位同胞兄长，今日前去拜见，兄长竟被人毒打，如今生死不知。女儿吓坏了，这宫中竟有歹人吗？女儿是否也会挨打？”皇帝白面涨红，他亲自起身来扶我。我顺从地站起身子，抖得像只鹌鹑。御驾很快摆到冷宫，我那可怜的哥哥还在泥地躺着，和我有8分像的脸明晃晃地撞进了皇帝眼中。皇帝应该是许久没有见过这个儿子了，倘若他见过，便不该对我的长相如此触动。我和汪公公一起把哥哥扶了起来，哥哥瑟缩地望着皇帝。皇帝刚一抬手，哥哥便抱住头惊叫道：“不要打我，弟弟不要打我！”皇帝的脸黑成锅底，厉声道：“这宫里还有王法吗？堂堂皇子被人鞭打，你们这些内侍都是摆设吗？天子一怒，伏尸100万。不过我这便宜父皇一怒，也只是一怒罢了。那淑贵妃是太后侄女，爹是承恩侯，哥哥是丞相。他的儿子别说只是打了个傻子皇子，便是打死了，估计也只会高高抬起，轻轻放下。不过没关系，哥哥的仇我自己会报。我只想让皇帝知道，他还有个大皇子，如今已进籍贯，这就够了。皇帝给不了哥哥公道，但是可以给他新的宫殿，侍者还传了太医，并且他的住处落在了距我最近的一处宫里。哥哥治了伤，换了衣服，变成了一位翩翩公子，只是瘦得厉害。他看向我的眼神亮得像有火在烧。你是妹妹，我只见过还在母后肚子里的你。我笑着摇头，不，我并不是妹妹，反倒是我见过还是小婴孩时的她呢。看着她从一个奶团子长成小太子，我躲在后院像只阴沟里的老鼠，暗中窥视她的荣光。如今时过境迁，老鼠摇身一变成了金枝玉叶的公主，而当年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太子却成了傻子。我的心像是浸在了醋缸里，终于体味到锦书所谓的百感交集，千言万语，最后只挤出来一句：哥哥养好身体，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，来日方长。但显然后宫的女人们并不希望哥哥健康。太后借口探望哥哥的伤，把哥哥召去了永寿宫。没见过哪个探望伤患，
是折腾伤患自己奔波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们折腾他们的，我有我的安排。荒芜的公道上一个人都没有。我踢散当初我捏的那个香炉，弯腰拾起一物，身后有脚步声，一直不紧不慢地跟着我。我钻进废弃冷宫，守株待兔。很快兔子来了。二皇子狠毒有余，聪明却少了几分，他竟只带着2名随侍在身边。他将我堵在了冷宫里，便是你这贱丫头，去父皇面前告状，今日让他们哥俩伺候你，让你做个风流鬼上路。二皇子阴鸷一笑，动动手指，那随侍朝我逼近过来，他们都健硕魁梧，莫说2个，便是1个都能捏死我。我飞快躲闪，却慌不择路，直冲撞到二皇子面前。二皇子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狞笑道：“别担心，很快你那个傻哥哥也会去陪你的。”我微微一笑：“那就多谢了，送你一份谢礼吧。”身子一扭，迅速挣脱他的桎梏，顺手将一物塞入他衣襟，然后飞快朝向10步外的厚重宫门后躲藏。二皇子还未来得及反应，轰！平地一声惊雷，沙石飞溅，浓烟滚滚。片刻后，我捂着嗡嗡作响的耳朵自门后探头，院中已无完人了。字面上的凉州军的霹雳弹只杀3人，着实浪费了。等我避开血肉模糊的尸块，顺着小路回到宫内，秦嬷嬷早已备好了水。我洗去身上的硝烟味道，又细细擦了浓郁的桂花头油。嘈杂声涌入宫殿时，我已经打扮利索，毫无瑕疵。太后身边的嬷嬷面容冷峻，审视我一番后示意带走。我便像只鹌鹑被捆着到了永寿宫。被按在地上跪着时，我看到旁边角落跪着的哥哥。太后罚人没有新意，总是罚跪。我悄悄朝哥哥靠近了一点，与他暗暗交换了个眼神。哥哥露出个傻乎乎的笑，含糊不清说：“妹妹。”这一场嘈杂纷乱的戏，在临近午时，终于迎来了主角登场。舒贵妃脸白得魂不似活人，她披头散发，跌跌撞撞，拿着柄剪刀便冲上前来。我迎着她的动作，一剪刀不偏不倚，正捅在了我胸口上。太后被人扶出来时，整个人几乎快要晕过去。而一边的舒贵妃痴痴笑着，念念有词儿啊，母妃来给你报仇了，杀了这2个贱种为你殉葬。哥哥死死抱着我，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我脸上。他已顾不得再装痴傻，而是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太医，快请太医救我妹妹啊！”我悄悄捏了捏他，他浑身绷紧，竟然毫无反应。这个傻子。很快，太医来了，皇帝也来了。皇帝面色惨白，被汪公公扶着，丧子之痛让他乱了阵脚。舒贵妃笑，太后哭，我还在哀哀呻吟着，哥哥则像个只会咯咯哒的鸡，不断重复妹妹妹妹。整个永寿宫乱得像一锅粥。够了！皇帝喝道。殿内陡然寂静下来。太医，怀玉公主如何了？我连忙松开手中扶着的剪刀，剪刀啪嗒掉落在地。回陛下，怀玉公主佩戴的长命锁挡了一击，稍有损伤，但无大碍。哥哥这才松开攥得死紧的手，我依偎着他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父皇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好可怕！”皇帝无心再演慈父，只默然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讲话。我心中一紧，不再作声。片刻后，禁卫军统领大步进殿，禀报道：“陛下，二皇子等人是被霹雳弹所害，现场有流硝之气，还发现了铁制霹雳弹外壳。”皇帝缓缓坐下，像是石化了一般，再看向我的眼神又带上了温度。念，你和你哥哥先行退下吧，你2人身上都有伤。舒贵妃却不依不饶，她扑倒在地，倔强地昂着下巴。陛下，便是霹雳弹又如何？这丫头进宫后，我儿就惨死，难道与她无关吗？聂恩进宫那日，母后把聂恩彻底搜查一通，连头发丝都没放过。你告诉我，她一个刚及笄的女子，哪里来的霹雳弹？可霹雳弹是凉州军的，可现在的凉州军不姓王。皇帝眼睛发红，和舒贵妃针锋相对。舒贵妃如梦初醒，缓缓软倒在地上，骤然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。他们在吵什么？我和我的傻瓜哥哥自然是不懂的。我们2个弱小又无助地跪在一边，瑟瑟发抖。皇帝走过来扶起我们，拍了拍哥哥单薄的肩膀，
又摸了摸我的头发。你们兄妹倒是融洽。哥哥努力给皇帝行了一个礼。父皇，自母后去后，儿臣浑噩多年，今日见胞妹生死一线，才似梦初觉，是儿臣不孝。皇帝惊诧的眼光在我们身上左右扫过。我带着哭腔说，爹爹，让我带哥哥回家可好？我定能照顾好他，宫里打人的杀人的，我害怕。皇帝怅惘长叹，念恩，你刚刚回来便想要离父皇而去吗？别说傻话，回去歇着吧。说完又赐下一堆补品赏赐。我心满意足的和哥哥相扶相携着走了。出宫，这辈子都不会出的，好不容易才混进来，不把仇报完我怎么会走？后面没过几日，便听说舒贵妃去珍妃宫内打杂，好似伤了珍妃的脸，闹得不可开交后，舒贵妃去了护国寺为二皇子超度。珍妃抱了病，不肯见人，皇帝头疼不已，最后只说舒贵妃丧子悲痛，小臣大戒了一番，便不了了之。珍妃的父亲是秦太尉，统掌天下兵权，而昔日由王家统帅的20万凉州军，此时正在珍妃哥哥秦钟手中。如此一来，那把二皇子炸得粉身碎骨的霹雳弹便有了来由。任凭秦家如何喊冤，这口锅也被扣得扎扎实实。谁让珍妃也有一个儿子，且仅比二皇子小1个月呢？后宫斗得乌烟瘴气，前朝也争乱不断。承恩侯府寄予厚望的二皇子就这么折在了秦家手里，他们岂能罢休？彼此攻讦，互揭长短，热闹得好似戏园子。只是这些事与我和哥哥都无甚关系。我除了时常去讨好皇帝，刷存在感外，其他时间都宫门紧闭，低调做人。哥哥更是如此。哥哥如今已经恢复了读书习字，进度一日千里，仍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。他不甚遗憾地说，如果没有蹉跎那些年，如今也就不用日夜苦读。我冷冷打碎他的幻想，如果你不装疯卖傻，你都活不到我进宫。哥哥悻悻继续读书去了。很快临近了皇帝寿辰，在圣寿节前一晚，临近落药前，哥哥匆匆来了我宫中。他给我送了一碗面，你尝尝看看，可还能下咽？面是最普通的阳春面，卖相很一般，粗的粗，细的细，还冒着烟，是刚做好便送了来。我望着哥哥衣襟上的面粉，还有手上的炭灰，心中酸软一片。哥哥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，从衣襟里掏出一个桃木雕的簪子。你的生辰日是宫中忌讳，我担忧无人给你办及笄礼。都说皇帝的寿辰是天下最大的吉时，我便借了圣寿节的时辰给你庆生可好？这簪子是我雕的，以前我还给母后做了一个，以后能出宫了，我给你找更好看的。这个傻瓜哥哥，他真当我是王皇后自焚那日出生的吗？我没有说破这些，只是含着眼泪吃完了面条，然后凶巴巴地催他回去念书。哥哥高高兴兴地回去了。他在宫里经历了许多搓磨，尤其是在王皇后薨后的那几年。后来他装痴傻后，在暗线的庇护下，虽然吃不饱穿不暖，但到底是苟活了下来。在吃人的皇宫里，他仍存有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。今日他拿我当同胞妹妹，如珠如宝。倘若他日得知真相，他会觉得失望吗？若是锦书在，一定又会骂我胡思乱想吧。若是锦书在，便是挨一顿骂又如何呢？圣寿节当日，舒贵妃携护国寺的高僧回宫来为皇帝祈福。耳目灵敏的暗线早已递来消息，舒贵妃她来者不善。果然，就在寿宴之上，舒贵妃公然发难，指责我哥哥装傻欺君，心存不轨。一同被摆出来的是我哥哥历年的卖案，还有在冷宫期间写在纸上的废稿。那废稿上赫然写着皇帝的生辰还有火烧之类的话语，乍看起来确实很像在诅咒皇帝。哥哥脸色煞白，扑通跪倒在厅中。儿臣浑噩多年，中间发生过什么早已记不清了，这些废稿是哪里来的，儿臣确实不知。舒贵妃冷笑，好一个浑噩多年，为何今年怀玉公主一进宫，大皇子便立刻不傻了？那过去数年，你都是在欺君吗？我紧张地望向皇帝，他面无表情，眼神审视着哥哥。片刻后，他道：宣太医。皇帝对于哥哥这个废子能重回正轨这件事，本就极为震惊。他得知哥哥真的恢复后，既有些开怀，又有些忧虑。
我知道他在忧心什么，无非是他造下王家满门杀孽，担心哥哥是故意折服。太医很快回禀道：回皇上话，从这历年脉案上看，大皇子却是康健无虞的。皇帝眼神沉了下来，他再次看向跪在中厅的大皇子。承泽，你作何解释？哥哥满脸落寞，声泪俱下。父皇，儿子在冷宫多年，虽然痴傻，但也知饥饱。连衣食都不足的地方，会有太医来为儿臣请平安脉吗？若是脉案正常，那为何这多年儿臣都没有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？你是在怨朕？皇帝面色黑沉，声音透着凉意。哥哥拜伏在地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儿臣是个俗人，只渴望父亲的关爱罢了。皇帝隐隐有些动容，我连忙加一把火，飞扑到哥哥身边。父皇，哥哥对您只有如沐，怎会有怨？哥哥为您精心准备了寿辰礼，是哥哥用心头血抄的无量寿经啊。殿内静寂，无人接话。皇帝呆愣许久，轻叹一声，呈上来，由梵音大师带回护国寺供奉吧。日后不要如此伤身。我心下一松，连忙将佛经交给汪公公转呈给梵音大师。眼见皇帝松动，舒贵妃急了：皇上您不要被蒙蔽，他之前诅咒您，这笔记可还在呢。父皇，儿臣当真不记得为何会写下这些了，但儿臣绝对不会诅咒父皇。就在这时，梵音大师念了句佛号，道：提及这用心头血抄经之事，贫僧想起多年前曾有一宫内施主在护国寺供奉佛灯，当时拿来的供帖亦是用心头血抄录的，一共供奉了4盏，分别是供灯者的父母、祖母及妹妹，其母亲和妹妹已受火海离世。梵音大师话音刚落，满是哗然。皇帝陡然站起：汪成，快马加鞭，朕要看到那几盏灯。很快，4盏陈旧不已的佛灯便摆在厅前，灯上斑驳的生辰恰好对应了皇帝、王皇后、太后以及我。这下就连太后都有些动容了，喃喃道：果真至纯至孝。皇帝快步过来，将哥哥扶起：我儿孝顺，是父皇多疑你了。哥哥掩面：儿臣确实不记得了，儿臣惭愧。他当然不记得，灯是锦书供的，供帖是我写的。至于那心头血是真的，是鸡的心头血，鸡腿我还吃了呢。本来是铺垫心头血抄经，以谋求孝民的小手段，今朝借了舒贵妃的东风，效果竟然加倍，既让哥哥有了至纯至孝的美名，又消除了皇帝心中的芥蒂，如此一石二鸟。我不由得夸了自己一声聪明，当然还要再夸一个人，不是哥哥，而是那位送我东风的舒贵妃，当真好人。自圣寿节事后，皇帝对哥哥越发信重，还任命了当朝大儒来为哥哥讲学。宫内很是平静了一段时间，但我知道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，因为临近年末，凉州军统领秦钟要回京述职了，珍妃定然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，来为三皇子造势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他们此次针对的对象不是我哥哥，反而是我。被叫到永寿宫时，我还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进殿门便被嬷嬷按在了地上，上首坐着皇帝、太后、舒贵妃、珍妃坐在两侧。很显然，这是一场针对我的围剿。你究竟是谁？皇帝少见的语气迟疑。我是聂恩啊，李聂恩，锦书姑姑从小就这么叫我。我嗫嚅道：你当真是在永和7年出生的？对呀，今年是我的及笄之年。我强压下狂乱的心跳，镇定道：那为何会有一婆子说在永和6年便见过你，甚至还照料过你？我后背一凉。当年我在京城时被养在王家侧院，一直是由王家生子照料。后来由于京城多疫病，家生子病的病歪的歪，管家大叔临时从牙婆手里买了一个婆子，在我院里做粗活。后来不到1个月，便换去别处干活了。锦书后来在梳理知情人时，曾到处找过这个婆子，但都没找到。如今那个漏网之鱼果真成了隐患。不过这些锦书早有准备，咬死不承认，他们便拿我毫无办法。父皇，当年我还未出生，未记事，我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婆子照料过我，一直都是锦书姑姑，不信可以去我家邻居打听。舒贵妃冷声道：皇室血脉容不得混淆，
当初先皇后怀孕7月，婚后才发现腹中胎儿不见了。这7月胎儿神不知鬼不觉跑到宫外，竟活了下来，还长这么大，确实骇人听闻。珍妃却是柔柔的，先皇后的小公主如果活到今天，确实是及笄之年。倘若那婆子说的是真的，如今的怀玉公主应是双10年华了，这差了5岁呢。来了，终于来了！我忍饥挨饿10来年，灌不完的苦汤药，终于到了发挥用处的一天。我强压下想要上翘的嘴角，哀声道：“20岁？念看着有20岁吗？”皇帝也极为怀疑，念这看着绝没有20岁啊。宣太医吧，太医能摸骨。结果太医来了，捏了我手骨和腿骨。公主殿下确实是及笄之年，骨骼还没生长开呢。若是双10年华的女子，骨骼已经基本定型了。我强忍眼泪，低声道：“父皇，您若是不想要儿臣了，儿臣可以出宫的。人人都说我和母亲极像，和哥哥也极像。如果我不是你们的女儿，那我又是谁的孩子？难道这天下竟有如此相像之人？”哥哥听到风声，竟也赶来了，不顾阻拦，与我跪在了一处。父皇，不管妹妹犯了什么错，都是我这做哥哥的管教不严，求您饶恕她。2张极为相似的面孔摆在一起，任谁都得承认，我和我哥确实血脉相连。皇帝显然也信了。就在我松了口气时，突听一声音道：“皇上，这念恩是大皇子的妹妹不假，是不是公主，可就难说了。”珍妃胸有成竹，挥手招人抬来一个瘫在榻上的老头。这人是当年凉州军辎重营的，先皇后王佩瑜也曾在柔然来犯时，身先士卒在辎重营押运粮草。这个老伤兵给我说了一个小故事。话说当年战事焦灼，前线粮草紧缺，王家大小姐押运一批粮草运往前线，半途竟遇到回鹘贵族袭扰。王大小姐报出名号后，对方不仅不退，反而把辎重队伍重重围起，说久仰王家将军风采，要求王大小姐陪回鹘贵族春宵一度后才肯放行。王家大小姐大局为重，便主动现身，而后粮草得以顺利运抵前线。当时是永和元年的冬天，算算日子，如果当时珠胎暗结，到先皇后入宫时，那个孩儿也刚刚3个月而已。这不和那婆子的说辞恰好对上了吗？珍妃柔柔的嗓音却像淬毒的绳索，死死缠在我的颈侧，令我无法呼吸。我轻咬舌尖，佯装镇定，抬起头。皇帝面色阴晴不定，目光里仿佛带着刺，扎得我不敢直视。哥哥闪身挡在我身前，怒喝道：“珍妃娘娘，您不能欺辱我母后人，死不能开口辩驳，便随意编排他。皇上，这都是当年幸存的老兵士亲口所言，臣妾不敢欺瞒。父皇，回鹘是色目人种，蓝绿眼睛，黄头发，您看看念恩，他哪有一点色目人的样子？”珍贵妃冷笑：“大皇子还是见识少了，回鹘人与我汉人通婚生下来的，多的是像汉人而不像回鹘的。”殿里寂静一片，只听得皇帝粗重的呼吸。他眸光微闪，一言不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迎着他冰冷的目光。皇上，单凭一个兵士的证词，污我身世，也是玷污我娘清誉。我虽见识短浅，也知道1人为私，2人为公，3人正。我想请陛下再传人证，如陛下愿意，我也可滴血认亲。我娘光明磊落，我也一样。珍妃像是正等着我一样，立刻道：“妾身哥哥秦将军驻扎凉州20余年，可宣来一问。”好。皇帝沉声宣秦钟。1个时辰后，秦钟进殿。他穿着普通长袍，头发花白，明明和皇帝是同年岁的人，看着却比皇帝老了很多。秦钟目不斜视，跪在殿前，脊背笔挺。秦钟，永和22年冬天，王佩瑜率辎重营被回鹘围困一事，你可知情？秦钟身形微微佝偻，低声道：“知情，臣当年伤重未愈，正在辎重营中养伤。那王佩瑜现身回鹘贵族以求放行之事，是真是假？”秦钟沉默许久，开口道：“是真。”珍妃眉飞色舞的脸上硬要装出一副悲伤模样。皇上您看，这秦将军都作证了。话音未落，秦钟打断道：“事件为真，前线危在旦夕，那么多将士性命攸关。王参将当年确实打算以身饲狼，换得辎重通过。
我陪同王参将到达回鹘营地，才发现那回鹘贵族乃是回鹘王的第9王女。他感叹王参将的勇气及大义，不仅没有折辱，反而协助我们辎重营借到回鹘，提前抵达前线，才有了后来的丘子关大捷。王参将虽为女子，智勇双全，赤胆忠心，实在不该在身后受此污蔑。望着秦钟那弯曲的脊背，以及皇帝眼中闪动的泪意，我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。这一局我又赢了。事后皇帝赐下来大笔赏赐，还挥笔给王皇后重写祭文，快马送去皇陵焚烧。我的傻哥哥还感动不已，跟着写了几封酸倒牙的信给王皇后。九泉之下的王皇后被扰了清静，恐怕又要骂娘了吧。我再次确认，这个傻哥哥他不能再待在宫里了，得送出去。按照锦书之前的交代，凉州这会儿大概已准备妥当了。于是趁着秦钟进宫述职，我在角落拦下了他。昭怀瑜公主。秦钟险些错口喊出我的真名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当初答应我的事情还作数吗？秦钟肃然，当然作数。我知道秦钟其人，说话一言九鼎。果然就在第2日，听闻他在早朝提出凉州军需要劳军，请皇帝委派劳军使。按照过往惯例，劳军使多为天子近臣或者是皇子。如今皇帝只剩下大皇子与三皇子，按照亲疏关系，本该落在三皇子身上的差事，不知为何竟被皇帝派给了大皇子。劳军是好差事，可以接触军务，还能培养自己的嫡系。这天降的馅饼把哥哥砸得很茫然。小妹，莫非有诈？不是有诈，是皇帝心虚。凉州军是王家创立的，王家世世代代生活在凉州，和凉州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15年前，皇帝借承恩侯的刀把王家杀了一干二净。纵然如今是秦钟掌管凉州军，皇帝也不敢贸然送三皇子过去，万一折在那儿了呢？但你不一样，你有王家血脉，你去那里是真正的回家。于是在阳春3月里，我送走了哭唧唧的哥哥，他在凉州，我放心。至于我，睚眦必报是我的信条，哥哥一走，我便无所顾忌。我选了一个夜黑风高的夜里，摸进舒贵妃的宫里去放了一把火。火势并不凶猛，很快就被宫人扑灭了，但是舒贵妃却很受惊吓，重重的病了一场。她当年火烧坤宁宫，心中有鬼，疑心是王皇后报复。于是我便隔3差5地点上一把，舒贵妃很快一病不起，苟延残喘起来。而珍妃放在心尖上的三皇子，则在寝宫被不知哪里爬进去的蛇咬了，缠绵病榻多日，瘸了一条腿，从此与皇位无缘。至于是谁干的，反正和我这个无根无底的小公主无关了。哥哥在凉州过得风生水起，每当皇帝想召他回京，边境就总有些动荡，不是回鹘来犯，就是柔然闹事，前前后后拉扯了3年。此时的朝中，承恩侯府和秦家互相倾轧多年，互有损伤。出身寒门的清流反而异军突起，冲破了门阀壁垒，成为朝中另一股势力。我并不清楚这些人背后是谁，但是偶然听闻小宫女们闲聊，说新科状元出自凉州。那艰苦贫瘠、广袤无垠的凉州，竟然也能出个状元。当听到那状元名字时，我笑了。班规，这个二房的臭小子，取假名怎么取个规呢？笑过之后，也不禁泪盈于睫。王家人远离世间许久，是该归来了。3年后，哥哥回京，重新被立为太子。舒贵妃没熬过那个冬天，病死了。不久之后，太后也随之而去。皇帝一夜之间衰老了很多，他时常召哥哥陪他下棋，但哥哥是忙，闲时有限，只有我这个闲人经常去看他。在他圣寿那日，我私下拜见他，送了他一份贺礼。他看了之后，一口血喷了出来，就此瘫痪在床，言语不能。凑在他耳边，我细细把这些年的筹划讲给他听。当年凉州军艰难赶走柔然后，整个凉州大地十室九空，人丁凋落。王家世世代代生在凉州，长在凉州，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然而新帝忌惮，随着军功赏赐一并下来的，还有一封诏书，赵王家唯一的女儿王佩瑜入宫为后。这是帝王的试探，王家可以拒绝，但拒绝之后呢，是裁撤、贬谪，还是家破人亡？
凋敝的凉州已经经不起再一次的战火，而边境的回鹘、柔然、吐蕃都还在虎视眈眈。王佩瑜再一次站了出来，放下年仅3个月的女儿，说：“我嫁。”然而一时的退让并不能安抚年轻的帝王。只知王家不知天子的凉州是皇帝的心腹大患，军心、民心都只能是天子的。即使王家愿意放下一切，皇帝也不会相信王家真的放下了。于是皇帝册封太子，册封王老将军，诏令王家上下入京领封。当皇帝怀疑你可能造反时，你最好立刻造反，否则便是万劫不复之地。王家的下场不外乎如此。王老将军坦然赴死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，他绝不做那乱国贼子。百姓好不容易才得安歇，他又怎么能为了自家百口人命，拖千万人下水？王皇后自然是深知父亲秉性，于是在王家回京前，他密令王家各房挑出继承人，交由家族死尸带走，隐姓埋名混入凉州军中，为王家留下火种。在宫中更是安插多处暗线，保护独子。在做完这一切后，王皇后宣布有孕3个月，并暗中见了我一面。她问我是想保护弟弟，还是想隐姓埋名去他处生活。我说我要保护弟弟。皇帝挣扎着仰头，浑浊的眼睛瞪着我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像是想要说话。你是想问我到底是不是你女儿？我笑得恶劣。当然不是啊，王皇后的怀孕自始至终就是骗局，只是给未来留一个契机罢了。皇帝口中发出呵呵声，头一歪晕死过去。我当然不会告诉他，当年王皇后和秦钟深入回鹘敌营，挟持回鹘王女。秦钟身中迷药，王皇后以身解药，珠胎暗结，生下了我这个孽种。秦钟为何终身不娶？为何对我予取予求？皆因他心中有愧，为了秦家富贵，将妻子拱手让人。愧对王佩瑜的施救，愧对王家的栽培，更愧对我这个亲生女儿。我合上店门，看着向我快步走来的哥哥，他早已不复当年孱弱，变得身姿如松，沉稳练达。我笑着迎向他，迎向一片灿烂阳光。王皇后，哦不，该是娘亲，我终于有资格叫一声娘亲了。如今这盛世，可如你所愿吗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